嘿，我的小伙伴，有没有想过，除了智商和数学成绩优异之外，会不会还有其他迹象表明很聪明？人们有很多方法衡量别人的智力，还是有一些非常常见的迹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聪明，但是不是还有些不太明显的迹象呢？这支影片就来说几个表明你可能是个聪明人的奇怪的迹象。一，很烦别人的咀嚼声。讨厌咀嚼的声音吗？妹妹就在身边，嚼着脆脆的培根三明治时，是不是内心在尖叫？好吧，如果咀嚼的声音真的让你神经质，那你可能有更高水平的创造性认知。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中，对那些经常很难过滤掉不必要感官信息的受试者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他们在创造性认知方面得分很高。这些受试者被发现有一些研究人员所说的感官门控泄露，正如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所解释的那样，感官门控泄露可能有助于整合注意力之外的想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创造力。二，是个电视迷。是电视迷吗？如果是，那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聪明，这取决于花了多少时间思考。在佛罗里达海湾海岸大学2016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对学生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是否喜欢思考，或者是否喜欢不需要思考的活动。研究对象被分成两组，一组不善于思考，一组善于思考。经过1周的身体活动监测，他们发现不善于思考的人比那些被认为善于思考的人身体活动更积极。作者们认为，爱思考者可以在精神上娱乐自己，而不爱思考者很容易感到无聊，并将精神刺激视为消极的，而思考者将其视为积极的。三，喜欢涂鸦。喜欢在家学习的时候涂鸦吗？如果喜欢，那你的记忆力会感谢你的。200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涂鸦组的受试者在监控任务和意外记忆测试中表现得更好，他们被声称比另一组可以多记住29%的信息。那么他们到底在涂鸦什么？其实他们只是在听电话时给打印出来的图形涂上阴影，所以下次要在课堂上记住一些重要的东西时，带上涂色书而不是课本，你懂的。四，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是家里第一个孩子吗？很幸运，这是另一个奇怪的迹象，表明最大的孩子可能比弟弟妹妹更聪明。发表在人力资源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长子长女可能比他们的兄弟姐妹更聪明，因为他们往往有更高的智商。他们还发现，家里最大的孩子通常在认知测试中表现更好。研究人员认为，这是由于第一个孩子会经历更多类型的管教，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可能会受到更多的智力刺激，第一次怀孕的父母更有可能更加谨慎，不喝酒也不抽烟。五，生活在一个混乱的环境中。环顾四周，房间很乱吗？工作环境又如何呢？还有发型怎么样？如果重视创造力，那么凌乱的环境也没那么糟糕。根据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项研究实验，在凌乱房间里的参与者比在整洁房间里的参与者更有创造力。研究表明，为什么创造力会在混乱的环境中迸发呢？研究科学家乔纳森博士说，聪明的人往往有创造力作为一项技能，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凌乱的生活方式或房间。为什么呢？我猜不是凌乱有助于创造力，而是创造力可能会造成混乱。他接着说，这样的人往往会迷失在专注于一个问题或事情的思考中，清洁变得不那么重要，而是专注于手头的问题。虽然凌乱的房间听起来对所有的艺术家都很好，但当涉及到食物选择时，可能就没那么好了。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中，他们的第一个实验表明，相对于在一个凌乱房间里的参与者，在一个整洁房间里的参与者会选择更健康的零食，并捐赠更多的钱。那么，打扫还是不打扫，这是个问题。六，飙脏话，多久说一次脏话？童年的脏话罐子经常被自己的粗话填满吗？蒂莫西·倔博士是脏话方面的知名专家，他和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那些能说出更多骂人话的人，通常拥有更多的词汇量。倔告诉《医学日报》，禁忌语或脏话的流利度与整体语言流利度成正相关。倔博士还对《医学日报》说，一个人在一个类别中产生的单词越多，意味着在另一个类别中产生的单词也越多，无论
论是说出来还是讲出来，是时候拿出脏话罐子，数数里面有多少存货了。想检验这个理论时，就准备好说再见吧。你能在脑子里想出来几句粗话？30秒时间，在脑子里想，不要大声说出来。这个脏话罐子本来就够满了，可以在评论区写下这个数字与我们分享。小伙伴们，只说个数字就好。那么你有哪个奇怪的迹象呢？是思考者，还是更喜欢体育活动？是电视迷吗？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吗？多久说一次脏话？觉得这样会让自己更聪明吗？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与朋友分享。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资料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再见。